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9号。我们今天节目呢，主要是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谈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女的大法官，叫金斯伯格呢，她去世了。那么她去世给美国现代的这个司法制度和美国的总统大选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要谈一下，现在李登辉总统的一个纪念仪式呢，在台北举行。那么在台北9月19号举行的这个仪式上面呢，有很多美国、日本和很多驻台的使节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面，包括蔡英文总统还有达赖喇嘛都做了一些重要的发言。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台湾它何去何从。好，我们先谈第一个话题，也就是在昨天美国最高法院宣布，金斯伯格大法官他呢在他的华盛顿家中呢，因为胰腺癌去世，享年呢87岁。那么金斯伯格大法官呢，他跟这个癌症做斗争呢，已经有很多年，所以这么多年来都传说他的身体不够好，但是他一直是跟癌症做的抗争的。那么一直坚持到昨天，那么在他的华盛顿家中，然后呢就离去了。那么金斯伯格大法官按照川普总统去解释他是一个活得非常精彩一生的人。那么金斯伯格是个什么人呢？我简单给大家做一个金斯伯格个人简历的介绍。金斯伯格大法官他是1933年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家庭的，也就是他的家庭并不是很富裕，但是犹太人呢，他们有他们特殊的一个环境群体，所以说金斯伯格呢，作为犹太的子弟呢，他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他1959年在哥伦比亚法学院呢，就获得了他的法学学士学位，然后他就到纽约南区法院呢去担任人家的法官助理。他担任法官助理有很多年，到了1980年的时候，被时任总统卡特呢提名他为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在这个法官位置上面，他一共工作了13年。到1993年，是当时时任的总统克林顿提议他担任了美国第2位女性大法官。当时呢，他已经60岁了。他也就是那个时候走进了美国最高法院。那么作为他来讲，作为一个女生，作为一个学法律的法官来讲，走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个行列，显然是他一生的荣耀。当时有这么一个他宣誓就任的视频，从这个视频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谦虚和涵养，而且还带有几分羞涩。那时候他已经有60岁了，但是呢，他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就任仪式上面呢，表现得非常得体。Of the office on which I am about to enter.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Thank you, Chief Justice. Mr. President, distinguished guests. 那么在他就任美国大法官之后，他的表现呢，那么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呢，对他呢都有不同的评价，可以讲叫做完全叫褒贬不一。那么个人呢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评价，有的人甚至热爱他呢，为他都做过纹身的。那么在他去世这个消息发布出来了以后呢，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美国两党的政治家里面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国务卿蓬佩奥呢，都发表了哀悼声明。蓬佩奥专门发了推文说，金斯伯格大法官的逝世让他感觉到悲伤。他评价金斯伯格是一位真正的开拓者，他为法律的捍卫孜孜不倦的工作，并为后代所铭记。我们感谢他的服务，我向他的家人和亲人表示深切的哀悼。这是蓬佩奥发表他的一个推文。那么川普总统呢？川普总统是在登飞机的路上，有媒体的记者告诉了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当时感觉到很惊讶，他听说这个消息没有一点点什么许形于色，而是表现得非常有风度。当他得知金斯伯格大法官死讯的第一时间的反应，他就说：“哦，他去世了吗？我不知道，你是第一个告诉我的。”然后川普总统就说：“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有非凡的一生，我很悲伤。不管她是不是伟大，她这一辈子都活得非常精彩。”
这是川普总统在第一时间对金斯伯格大法官做出的评价。而且川普总统很快就发表了他自己专门的声明，声明里面说，金斯伯格大法官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人，在他非凡的一生中，他与癌症等病痛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在这一悲痛的时刻，我们为金斯伯格的家人和他的亲人祈祷，深切哀悼他的辞世。这是川普总统为金斯伯格发布的他自己的一个悼念的声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川普总统他是非常有风度的。那么相反，如果你看金斯伯格对川普，对这个美国国家元首，他呢是比较苛刻的，可以讲他经常批评川普，尤其是在2016年，川普总统在首次进行大选的时候，他说川普是个骗子。在2016年的大选中，他极力的支持希拉里。那么作为大法官，不应当表达自己对总统候选人过多的政治倾向，因为大法官肯定是要保持中立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来讲，川普总统他做的，我觉得是非常有风度。不管你个人的爱好，作为大法官肯定是要保持中立的。你做的好不好，上帝肯定是看得见的。所以说呢，金斯伯格大法官的去世呢，有助于呢川普。很多人都说是天助川普。那么什么叫天助川普呢？也就是美国现在有9位大法官，原来是5:4的比例，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也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派，原来是5:4的比例。现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以后，川普如果任命一位共和党保守派的大法官，那么他们之间的比例就达到了6:3，达到6:3，也就是在重大问题上面，9位大法官最终投票的话，那么保守派和保守价值观的这一派，显然他们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川普很快就会任命在他任期内第3位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对川普来讲简直是天助川普，因为在上一次能够任命在任期内能够获得有3名或者3名以上大法官提名的机会，还是里根总统。那么现在呢，正好是美国很多大法官呢，他们的年事已高，年龄比较大了。美国的大法官是终身制，也就是大法官要么主动辞去自己的职务，要么大法官就是死在他的岗位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如果连任，在他下一个任期，说不准还能更换到1到2位大法官。那目前这个金斯伯格大法官，他现在离世以后，那么他的这个位置现在将会有什么人来顶替呢？我呢对上一次川普总统提名卡瓦洛大法官之后，其中有一个跟他一起竞选的人是没有成功的，一个美国巡回法院的法官，一个女性的法官巴雷特。我认为这次入主的可能性最大，就是川普，我认为他提名这个女法官巴雷特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巴雷特呢比较年轻。巴雷特上一次提名时候只有46岁，现在也不过就是48岁。巴雷特这个人是从来不掩饰他自己保守派的观念和深深的基督教宗教信仰。他的年龄使他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都可以服务于美国，都可以保守美国的价值观。而她又是女性，作为女性候选人，她又有更多的优势，也就是可以击退很多那些指责川普说川普总统不重视女性的这种说法啊。也就是一个女性法官来顶替金斯伯格，我觉得是比较恰当的。加上呢，媒体都评价这个巴雷特这个法官呢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女性，人生事业呢很成功，当过教授，也当过法官，而且呢，她还是一个称职的7个孩子的母亲。所以说，巴雷特来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至于川普总统是否提名他，这个现在不好说，因为在川普总统他未来后任的大法官的名单里面有20多位，这20多位里面任何一位都有可能被川普总统把他提名上。那么问题是，川普总统能不能在他任期之前，就是还剩45天大选之前，川普总统马上就提名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他是专门发表了声明，他就说参议院会立即就川普总统对新的大法官的提名呢进行投票表决。那这个表达是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任命啊，是由总统提名以后，只要参议院表决通过就行了，跟众议院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参议院是否会支持总统的这个意见呢？就在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是麦康奈尔这个角色啊，他是否愿意立即进行投票表决。因为在上一个大选年度，也就是2016年，当时也是有一位大法官的位置空缺，那么奥巴马是提名了一个自由党的一个大法官呢，希望这个人能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被麦康奈尔压住，根本就不愿意表决。麦康奈尔的理由就是在大选年度不合适现在提名大法官，大法官应当留待新的总统，由新的总统就任以后由他来提名。所以麦康奈尔就以这个理由就拒绝了奥巴马提名当时的大法官。而民主党当时没有跟麦康奈尔过分计较呢，是民主党认为他们胜算很大，希拉里是肯定能当选的，所以说晚几个月就晚几个月吧。
因此呢，在2016年，奥巴马也没有过分坚持，民主党也没有过分坚持，最终呢就接受了麦康奈尔认为参议院不会随随便便在大选年度随便去提任呢现行大法官。那么2016年过去了，现在2020年又是一个大选年度啊。上一次奥巴马提任那个大法官，离大选的时间还有250天啊。而这一次金斯伯格去世，目前来讲离今年大选的时间还剩50天不到了。所以说在同样情况下，目前来讲，川普总统如果提名保守派作为大法官的话，那么麦康奈尔如果进行表决的话，不是跟他2016年这个表达的态度不一样吗？但是麦康奈尔有他的说法，他的意思是，只有在执政党和参议院多数党是不一致的情况下，是需要到下一个年度，到总统大选决出新的总统之位以后，由新的总统来提名。如果是一致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而目前来讲，执政的是共和党，而参议院多数派又是共和党，因此来讲，麦康奈尔认为这不构成跟2016年一样的情形。所以麦康奈尔现在就表示，如果川普总统现在提任美国保守党的大法官，参议院会尽快的投票表决。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哪怕今年不能够连任，那么川普总统如果在他自己大选前能够提名一位顶替金斯伯格的大法官，毫无疑问来讲，给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里面就留下了6位保守派的大法官，这样对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坚守美国的价值保守联盟是完全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叫固本的作用，因为大法官大家都知道是终身制嘛。如果川普总统现在马上提任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而参议院又很快能够表决通过的话，那么一下子9位大法官的席位里面就有6位是保守派，所以这对民主党来讲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也证明呢，为什么川普总统前几天他会宣布一长串的20多位后任大法官的候选名单，这个我们就可以想到，绝对不是心血来潮了。也就是当时美国至少川普总统有预判，就知道金斯伯格呢应该差不多了。那么对于谁能够被提名大法官，民主党显然也会推出他们的人选了。民主党很多政治人物在昨天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的消息发布之后，他们都纷纷提名呢，希望能够退任总统奥巴马来担任终身的大法官。可以讲，民主党很多人啊，他们还嫌奥巴马在他手上对美国价值毁坏的不多，所以他们希望呢，奥巴马出任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继续毁坏美国。其实大家知道，美国这200多年来建国，可以讲在民主党手上毁坏的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很多，尤其是奥巴马。到奥巴马这一任，他这8年，你不要看奥巴马这8年对美国的经济做了多少增长，给美国的国防实力提高了多少，给美国的老百姓他们手上的这个富裕程度增加了多少，这一切都是表面的，这一切都是物质的，这一切都是用金钱物质来衡量的，最重要是价值观。奥巴马他就任这8年，他是毁坏了美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作为一个按照基督文化建立的恪守上帝自由价值观的一个国家，它里面很多核心价值已经被奥巴马完全摧毁了。所以今天呢，民主党很多人还提名奥巴马来作为大法官，也就是他们希望把美国毁得更快。当然，这是民主党人他们自娱自乐而已。川普总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提名奥巴马来担任什么大法官。美国宪法呢，可以这样讲，现在我们来看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的。总统是有任期制的，但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参议员也没有任期制。参议员你只要到每一个选举年度，只要你的民众继续选举你，你就可以终身任职，这是美国的制度设计。今天正好是9月19号，恰好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1796年的9月19号。当时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他就在报纸上宣布他辞去总统，不再连任。由此，华盛顿总统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从他开始就没有第3任总统，也就是2任就结束，除非呢国家处于战争时期。美国在整个历史上，除了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罗斯福总统有超过2任的连任，其他所有的总统都是在2任任期结束。这就是首任总统华盛顿，他为后来的总统做好了榜样。但是呢，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的几位国父们，他们在设计国家制度的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本来安排的监督岗位，包括参议员啊，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让他们这些人终身制，让他们的任期无限制的话，最终就变成什么？最终就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弊端，也就是他们死也没有想到，现在他们的后代们，美国的这些政治家们如此的无耻，贪权恋战。所以说，他们当时仅仅是提出了3权分立的原则，尤其是限制总统的权利，但是对于参议员和大法官真的没有去控制他们的任期的期限和控制他们的权利。因为当时美国建国时期啊，美国的那些国父们，
他们总认为国家最受尊敬的人才能够担任大法官，而这些人一定是恪守美国价值观的人，他们都是上帝派来的使臣，是上帝安排他们来监督总统的。所以说呢，根本就没有限制这些人的任期。但是哪知道呢，这200年后，美国出现了很多政治上的奸佞小人，这些人不仅仅是毁坏了美国的价值观，而且还歪曲美国的历史，甚至连美国国父们的铜像的纪念碑都把它砸毁了。所以说，这是美国宪法制度上的缺陷，是否能够得到弥补？那首先是大法官的队伍要能够趋于保守制。如果大法官们都能恪守国父们留下来的这些自由价值观的制度，那么加上参众议院一块努力，那可以纠正美国历史上所产生的这些宪法缺陷的。美国在历史上，我们今天来总结，它因为制度设计是非常优秀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是，美国的国父们是无法预料到今天他们的子孙们出现了那么多所谓政治正确的，可以讲毁坏美国价值观的人。所以说，美国很多当政的领导人，他们最终是对美国人民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对世界人民也犯下了巨大错误。这个巨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对中共认识不清。可以讲，70年前中共在建政的时候，中共还在延安的时候，当时美国的政治家，包括罗斯福，包括杜鲁门这一类，对中共认识的就很不清楚，所以犯了很多致命的错误。那么等到50年前尼克松又跟中共示好，跟中共拉拢了关系以后，在40年前由卡特总统跟中共签订了外交关系，把中共拉入了国际社会以后，等于就是引狼入室嘛。所以我们今天看待中共，他对世界所有的这种共产主义文化的渗透，他给美国带来的惨重的伤害，这都是意识形态里面对美国逐步产生的变化。当然了，美国今天已经意识到中共对美国这个渗透已经非常厉害了，美国决心要遏制中共对美国的这种伤害。所以在昨天9月19号台北当地时间，前总统李登辉的纪念仪式上面，美国派出了副国务卿克拉奇，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率领了日本的代表团，以及有几十位驻台湾的外交使节都参加了先总统李登辉总统的纪念仪式。这个先总统李登辉的这个纪念仪式是放在台北的真理大学举行的。这个真理大学啊，它就在台北的淡水，我真的很熟悉。我去年访问台湾时候，住在台北淡水地区，就在真理大学旁边，我每天都经过这个真理大学，所以看到这个镜头呢，我呢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本次纪念仪式呢规格很高，是因为什么？美国的极端重视，所以说美国派出了副国务卿以及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他们都参加了这个纪念仪式。同时呢，达赖喇嘛也在这个纪念仪式上面呢，用他自己事先录好的视频呢，表达了他和李登辉总统之间个人的感情，以及他对李登辉总统的追思。Late Li Denghui, my great friend. He really committed about democracy. Then me personally, when I first reached Taipei, Taiwan, you see his first way of greeting like that, and then I also see respond like that. Since then, we become very close friend. So I admire, you see, his commitment about democracy and freedom. And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aiwan. So now, as his close friend, I always remember him, and as a Buddhist, I always pray. Firstly, I deeply appreciate his effort. Now he is no longer here, but we Buddhists believe a life after life. So most probably, he may reborn in Taiwan. So my prayer, his reincarnation, whether we recognize or not, his rebirth will carry, you see, his spirit. 那么在整个这个追思会议上面啊，现任总统蔡英文他在追思会上面的发言呢，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他说到，虽然李登辉总统已经离世，但他把民主和自由留给了台湾，这样的精神
将引领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民。在谈到台湾的国际展望时候，蔡英文总统表达出了脱古改新的理念。在12年总统任期内，李前总统为台湾的民主化、本土化奠定基础。面对充满挑战的国际局势，他也领导台湾人民推动务实外交，让台湾和民主画上等号，跃上国际舞台，并因此而被推崇为民主先生。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不仅是李前总统时时挂记的事，也早已是台湾人民对他共同的记忆。在感念李前总统一生奉献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台湾的前途正掌握在你我的手中。我们有责任要承接起李前总统的成就，要谨记脱古改新的理念，持续确立台湾的主体性，深化并发扬台湾的民主和自由。我们也有责任在当前的变局中确立未来的发展战略，然后自信、勇敢地走向世界。愿李前总统的精神长存台湾，常伴我们的左右，指引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持续走在民主、自由、多元、开放的道路上，并为世界带来贡献。那么脱古改新的理念是什么呢？这也就是在前一天，蔡英文总统在宴请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之后，他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台湾有决心踏出关键的一步”。那么什么叫关键的一步？大家都在解读。蔡英文讲的关键的一步指的什么呢？有不少朋友是这样理解的：所谓台湾踏出的关键一步，第一个就是台湾决心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跟中国已经彻底脱钩，并且与美国、日本结盟以后呢，抗击中共。这是很多人理解蔡英文讲的踏出关键的一步是这样去理解的。那么也有人理解是台湾承担美国主导的重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这个责任，哪怕呢台湾就是有一些经济损失，但是也要坚定的跟中共这个红色链条脱钩，要坚定不移的加入以美国为首的重组全球半导体行业，然后遏制红色中国。这是一部分人的理解。还有人理解就说台湾应该跟美国购买更多的新武器，必要的时候参加美国重组的这个印太的国际联盟，共同的对付中共。这是很多人理解对蔡英文讲说台湾将跨出关键的一步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几种理解呢都有它一定的道理，每个人站在这个角度去分析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实都把格局看低了。万变不离其中的实际上是美国跟台湾建立邦交关系，也就是美台之间建立外交关系。那么建立外交关系，台湾是以什么政体来建立呢？台湾现在显然对外对国际上是以中华民国作为主体跟大家打交道的，跟美国也是这样，也就是台湾应当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跟美国恢复邦交关系。恢复邦交关系也就是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5常创始国，它可以恢复它在联合国里面常任创始国的这个席位，这就是中华民国回归联合国。当然回归联合国的前提是跟美国跟中华民国他们首先他们恢复邦交关系。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顺理成章的，因为恢复了邦交关系，就延续了中华民国他们一贯主导的他们要完成中华民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这个理念，这个宗旨。蒋经国在1987年他最后一次参加庆祝民国双十节的大会上讲话，他仍然是强调中华民国的宗旨就是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是要结束中共的暴政，就是要光复大陆，让中国大陆所有人民在三民主义下统一中国。父老兄弟姊妹们，以及海外归国的同胞们，今天是中华民国76年生日国庆，看到大家精神团结，四海归心，
是正是我们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必胜必胜的最大力量。亲爱的同胞们，让我们海内外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把实质的反攻心力投向大陆，摧毁中共暴政，还给大陆同胞民主自由的生活。共产暴政一定要失败，三民之力一定统一中国。这就是中华民国的一个使命嘛。因此，如果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恢复邦交关系，这种方法最合理。但是呢，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蔡英文呢没有这个志向，蔡英文没有这种打算，要光复什么大陆，要用三民主义再去统一什么中国。那么台湾跟美国建交，怎么还能提中华民国呢？因为中华民国毫无疑问是包含中国大陆沦陷区的嘛。那么有人建议就是说，中华民国可以修改宪法，修改宪法，从宪法上面把大陆沦陷区就取消，把中华民国就认定只是台湾所管辖的这块地区算是中华民国，也就是台湾进行修宪。修宪以后，虽然是中华民国跟美国建交，但是这个中华民国仅仅是指台湾地区。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包含中国大陆地区的，而中华民国仅仅是指中国台湾地区了。那么这样的话，美国会不会支持？美国会不会支持世界上有两个中国存在？美国一定会考虑中共是会什么样的反响的。也就是说，如果台湾修改了宪法，把中华民国指定是台湾这一部分，并且跟美国是恢复邦交关系的话，而且美国也能够认可，并且把它纳入联合国，让它重新恢复联合国席位，那么毫无疑问来讲，要把中国踢出联合国，至少是踢出五常吧，不可能五常里面既有一个中华民国，又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吧，最多也就像南北朝鲜，像原来的东西德国一样，也就是中华民国指台湾地区的这个中华民国啊，修宪后的回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是联合国的一个普通席位。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对于美国来讲，美国能不能接受？最重要是中共怎么接受？中共可以这样讲，无论是台湾宣布独立，还是台湾修改宪法以后，然后跟美国去恢复所谓邦交关系以后，中共一定会动武的。也就是说，中共他绝对不能忍耐，也就是说，你台湾就已经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了，你台湾自己宣布独立，中共就不管了。中共他没办法跟老百姓交代，他也没办法继续欺骗老百姓。他一向讲的也就是，你台湾如果宣布独立，我们100%打。那么这个100%打的这种状况，作为蔡英文来讲，他要不要考虑？也就是一旦中共如果对台湾发动武统的话，那么美国的支持就决定台湾的存亡。如果美国是放手不管的话，那很可能共军就把台湾占领了。如果美国加入，美国保卫台湾，那么100%可以击溃共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来讲，蔡英文要看美国的态度。那也就是到最终我们就会落实，美国他如果要跟台湾建交，无论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还是以台湾共和国的名义，美国只要跟台湾建交，就有可能跟中共翻脸，有可能跟中共爆发军事冲突。那么这种军事冲突，美国是不是完全做好了准备？而且这种军事冲突爆发以后，中共对他的这个结果是仅仅是保卫住台湾，让你共军不打，然后台湾归台湾，中国大陆归中国大陆，还是说，既然你中国动武了，那美国就会消灭你共军，铲除你中国共产党？那么铲除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国大陆未来的这个政体是怎么办？是把这个中华民国还都到中国大陆，让中华民国光复大陆，在美国和国际社会托管的情况下，扶植中华民国这个政权，然后在中国大陆培养民主制度，在一定的民主制度完全建立以后，然后中国大陆进行一人一票，各个政党之间公平的选举，最终由人民授权，由人民选举，选举一个合法的民选政府。这毫无疑问来讲，肯定美国是希望这么去做。那么美国如果希望这么去做，那么显然跟共军跟中共
这一仗是躲不掉的，这一仗是一定会打的。那么这一仗打，就毫无疑问来讲，美国就会跟台湾建立邦交关系，而且我认为一定是跟现有的现成的中华民国来建立邦交关系，然后恢复它联合国5常席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服气，中共就肯定打嘛。中共不可能就这件事听之任之，你台湾就恢复了联合国5常席位，你们就建交了，然后中国就跟美国踢出了联合国，然后中国就对这件事就装聋作哑，这件事就拉倒了。因为中共跟他自己一贯的挑唆人民，然后指称美帝国主义是敌人，指称台湾要独立，要分裂国家，要求全国人民要保卫祖国的领土，要统一台湾，这跟中共几十年来宣传的格调不可能说不相符嘛。中共一定要这么去做嘛，也就是中共他最终和美国会挑起战争。那么对于这个挑起战争，你觉得美国会怎么做？美国有没有这样的准备？我可以这样讲，如果川普总统不连任，那么台湾跟美国发展到什么样的关系？可不可能形成一种军事关系？最终通过因为美国承认台湾跟中国大陆发生军事摩擦，以至于上升为战争，中美之间的战争，这个都不好说。但是川普总统如果连任美国总统，这个态势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就是美国承认了台湾。那么美国承认台湾以后，跟中共一旦打的话，那么也就美国进入了战争状态。而进入战争状态，川普总统会不会同意呢？我觉得川普总统会同意。曾经有一种说法说，川普总统想谋求第3个连任，并不是川普总统想恋战，想在这个总统职位上多做几年。但是如果在川普总统第2个任期里面发生了中美之间的战争，作为战时总统，毫无疑问来讲是可以延任的。这个美国历史上，罗斯福总统他在2战的时候在战时状态，他延任的都不是一期。所以说，川普总统如果在他的第2个任期发生了跟中国的这个战争，那么在战争期间，川普总统他这个总统任期可以连续延任的话，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会支持这个战争，也就是直到消灭你中国，消灭你中国，最后就是中华民国光复大陆啊，台湾是现成的民主制度啊，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共管的情况下，托管的情况下，扶植美国信任的一个政体，经过几十年的民主制度的建设，最终在中国实现完全的1人1票，选举一个民选政府。我觉得这是中国未来美国跟台湾建交以后最大的一种可能性。会不会这样？这个我们只是一个预测，我们的一个期待。我希望的这一天早一点到来。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